车你赔得起？疯了吧？那可是长平侯府的马车，敢拦侯府车驾，他不要命了！老张，住手！别打了。夫人，这乞丐臭烘烘的，您别沾了晦气。刚才我家车夫莽撞了，这些吃的你拿去。这张脸，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阿暖，我的阿暖！哪怕只有6、7分像，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流落街头，任人欺凌。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叫花子身上脏啊！来人，把他带回侯府。夫人，江宁，你是不是闲得慌？这屋里什么味儿？你是把外面的脏东西都往家里领吗？别脏了我的地儿！即便对待牲畜也不至于如此刻薄，更何况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去打热水，找身干净的旧衣裳，给他好好洗洗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侯府的脸还要不要了？老张赶车急了，抽了这乞丐一鞭子。我下去看，发现他长得很像阿暖。夫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这道理你还不懂吗？我知道你想女儿，但那就是个疯乞丐，你把他弄回来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脸面比人命还重要。那也得看是谁的命。赶紧让人把他捆了，扔回街上去。夫人，洗刷干净了。怎么可能？之前在街上只能看个轮廓，可现在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？你留个又疯又傻的玩意儿在家里，传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搁？他不是玩意儿，他是个人。再说，这是我的院子，我养什么人，还得经过外人同意。你这是存心跟我作对，趁现在还没闹出大笑话，立刻把人弄走，否则什么？把我也赶出侯府吗？李妈妈，送客。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傻子，怎么就非得要他消失？这得遭了多少罪呀！夫人，这孩子外伤好治，但这腿耽误太久，怕是这辈子都得瘸着了。那他的疯病？老朽观其脉象虚浮杂乱，绝非寻常异症，这分明是中了毒，生生伤了脑子。中毒？只能开几副安神解毒的药试试，能不能恢复神智，全看造化。别打！娘，这语调，一个字拐3道弯。阿暖小时候做噩梦就是这么喊我的。这样抓着，娘就跑不掉了。长得像是巧合，声音像是幻觉，但这个独属于我女儿的习惯，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素不相识的疯乞丐身上？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，
除非他就是阿暖，我的女儿根本没有死。5年前那场所谓的恶疾，还有那具下葬的尸体，全都是假的。夫人，查到了，5年前大小姐病逝前后，她院子里伺候的那些老人，人都在哪儿？全都没了，有的失足落井，有的突发疾病，竟然没有一个活口。好一个毁尸灭迹！眼下这个疯乞丐，9成9就是我的阿暖。有人要他死，还要抹去所有的痕迹。母亲，我听说您捡了个疯乞丐回来，您知不知道外面传的多难听？外面都说您得了失心疯，对这个叫花子喊女儿，咱们侯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想阿暖，可那乞丐来历不明，万一是谁家的逃奴，赖在咱们侯府，以后甩都甩不掉。听妹妹一句劝，给点银子打发了算了。一个是养女，一个是庶妹，平时装的乖巧，今天这架势倒不像是劝我，更像是在怕那乞丐真是阿暖，回来找他们索命。你们在怕什么？一个疯子而已，能翻起什么浪？还是说你们怕他真是我的阿暖，回来找你们索命来了？母亲，您是心疯了吗？姐姐早就入土为安了。江宁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！阿暖死了5年了，骨头都化成灰了，这就是个贱民！你赶紧把人给我赶出侯府！是啊，姐姐，阿暖还是你亲眼看着埋的，我看你是太过想念女儿，出现幻觉了。好，既然你们一个个都这么笃定，那便验一验就是了。姐姐，不是说阿暖在棺材里吗？那就去陵园开棺。你疯了！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。阿暖都死了5年了，你要去惊扰他的亡灵？你这当娘的心肠怎么这么狠？你非要把咱们侯府的脸面放在地上踩碎才甘心吗？我心肠狠，我要是心肠狠，就该让你这个做爹的给我的女儿陪葬。我现在就是要看看那口棺材里躺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姐姐不可，开棺会损了阿暖的阴德，让他来世都不能投个好胎啊！你这是要让他在九泉之下都不能瞑目啊！好一套悲天悯人的说辞，句句都在为阿暖着想，字句却都在毒死我的路。母亲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不知哪里来的疯乞丐去掘亲生女儿的坟？暂且放着侯府的名声不说，你让姐姐在地下如何安息啊？怎么，你们这么怕我开棺？到底是怕阿暖死不瞑目，还是怕里面的东西见不得光？荒唐，简直是荒唐至极！江宁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在这个家里1天，你就别想动阿暖的坟。你要是敢带人去，我现在就写休书，休了你这个毒妇！沈愁，我是圣上亲封的1品诰命夫人，是镇国大将军的亲妹妹。休我！你有本事，现在就写休书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这个靠着岳家起来的侯爷腰杆硬，还是我兄长的刀快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姐姐，侯爷也是为了阿暖的清静，您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我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，我现在就带人和仵作去陵园。今日我若出不了这门，谁敢拦我，我就从谁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挖！
起棺。夫人，您看啊，这不就是大小姐吗？夫人，快盖回去吧！惊扰亡灵可是要遭天谴的大罪啊！有劳先生了。回禀夫人，这具尸骨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大小姐是5年前下葬的，骨质风化应极严重，但这具骨头成色较新，腐化顶多不超过3年。而且这尸骨主人最多12、13岁，绝不是已经及笄了的15岁少女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这棺材里躺着的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。夫人，两血相融，确属至亲血脉。我的女儿，真的是我的阿暖。好的很，真是好的很！棺材里躺着个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假货，我真正的亲生骨肉，却在外面做了整整5年的疯乞丐。这哪里是病逝，这分明是有人心肠歹毒，容不下他，要活活把他逼死在外面。啊！我的女儿啊，爹的好女儿，你怎么受了这么多苦啊？哎呦，真是心疼死我了！阿暖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啊？都给我把耳朵竖起来听清楚了！我的女儿，也就是侯府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如今失踪找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谁要是再敢让我听见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不用回禀，直接拖下去乱棍打死。陈太医，阿暖的身子究竟如何？夫人，情况实在是不太好。这姑娘身上的皮肉外伤，老朽开几副方子，假以时日总能痊愈。但是她体内的毒沉积得太久太深了，那毒性已经彻底伤了脑子的根基，神智能不能恢复，实在是难说。或许哪天受了巨大的刺激，能想起来点什么，但也极有可能这辈子就这样痴痴傻傻了。就算是阿暖一辈子都是个傻子，那也是我的女儿。只要她还有一口气，我这当娘的就养她一辈子。是，不管用什么法子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不能放弃。夫人，属下查清楚了，这是当年江玉柔偷偷跟管家递的话，说大小姐染了疫病怕传染，她把原先伺候的老人全打发去了庄子上，说是隔离。既然是疫病，为什么不给我送信？回夫人，江玉柔说怕您知道了，匆忙赶回来也染上这要命的疫病，所以不让府里人给您递消息，甚至不肯让人任何接近小姐的院子，连大夫也不用请。夫人，节哀。阿暖的疫病来得又急又凶，才患上便去了，甚至没能等到你回来见最后一面。这么说，
他是间接害死了我的女儿。目前查到的是这样，那几个被发配的老人，后来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没剩下几个了。继续查，顺着江玉柔这条线往上摸，去查查那段时间他和谁走得最近，收了谁的好处，一点蛛丝马迹都别放过。夫人，属下有急事禀报。阿暖，乖乖坐着，娘去就回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夫人，有线索了，我们找到了小姐奶娘的儿子。带进来。小人赵大见过夫人，给夫人请安。起来说话。你说你是刘妈妈的儿子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夫人，这是我娘临终前留下的遗物。你娘是怎么死的？疾病，但我娘身子一向硬朗，她被赶出侯府不到半个月，人就没了。死的前一晚，她把我叫到跟前，跟我说大小姐不是得病死的，是被人害死的。她怎么说？我娘说，那时候您回娘家，那天夜里，她亲眼看见江玉柔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，硬是灌进了大小姐口里。姨母，我不想喝，我要娘亲。听话喝下，对你身子好。我娘说，江玉柔怕事情败露，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打发了。我娘是因为年纪大，又是老人，才多活了几天，但也逃不过灭口。赵大，你敢不敢把这些话写下来，画押？敢！小人的娘死得冤，大小姐死得惨。只要夫人能给他们报仇雪恨，小人这条命豁出去了。怪不得江玉柔当初那么殷勤的把女儿塞给我，原来是早就计划好了。好算计，好狠毒的心。去传话，就说我有要事，请我那位好妹妹来正厅一叙。是。姐姐找我有事，找你聊聊5年前的事。姐姐怎么又提那些伤心事了？听说阿暖病的时候，你把伺候他的人全调走了，连个送信的人都不留，美其名曰隔离。姐姐，您这可冤枉我了。当时那病来得及，大夫说那是会传染的恶疾，我是为了府里上下几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啊。万一传开了，老太太身子弱，侯爷公务忙，要是都倒下了，侯府不就乱了吗？我也是不得已才把人隔开，谁知道阿暖那孩子福宝。好一个不得已！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所以牺牲我女儿一个。江玉柔，你这菩萨心堂演得真不错。姐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别装了！刘妈妈临死前把什么都告诉她儿子了，还有你当初逼着阿暖喝下苦药的所作所为，全都清清楚楚。这上面是他儿子的证词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，要不要我亲自念给你听听？看看你是怎么趁着我不在，步步逼迫我女儿的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刘妈妈早就被你灭口了是吗？可惜啊，百密一疏，他儿子还活着，把真相吐出来了。这是假的！姐姐，你从哪里找来的刁民污蔑我？
我怎么可能害阿暖？我疼他还来不及，疼他便百般逼迫他喝下苦药。江玉柔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拿下！姐姐，我是将军府的二小姐，你没有证据不能抓我。证据，这就是证据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死的。大理寺少卿是我兄长的老部下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死不了。我女儿受过的苦，我会从你身上1000倍、10000倍的讨回来。带走！不要！母亲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凭什么抓柔仪？你赶紧叫人把她给我放了！她害死了我的女儿，这理由够不够？她害死了我的女儿，这理由够不够？母亲，你真是糊涂了吧？姐姐不是没死吗？既然人还好端端的活着，你凭什么把柔仪下大狱？你对自己的亲妹妹下这么狠的手，传出去就不怕被外面的百姓戳脊梁骨吗？活着！母亲，你居然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丧尽天良、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！阿暖被江玉柔逼迫喝下汤药，在外漂泊5年，受尽苦楚，你还敢跟我提姊妹情深，真是枉费我尽心待你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白眼狼按住！母亲，你不能！拿戒尺来！你不是能说会道吗？今天就打烂你这嘴！带着你的人滚出侯府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进这道门一步。太医说，你体内的毒已经清了不少了，不着急。阿暖，我们慢慢养。阿暖，你还记得吗？你3岁那年非要学刺绣，结果把自己的手指头扎破了，哭得鼻涕泡都出来了。那时候你多娇气啊！还有你养的兔子小白，后来它老死了，你把它埋在花园里，还给立了个小墓碑。阿暖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娘给你擦擦脸。他有反应了。娘在呢，娘在呢。只要时间足够，我的阿暖一定会好起来，一定。母亲，我是奉六殿下的意思来的。柔仪毕竟是你娘家的妹妹，就算有错，也是咱们的家务事，你私自关押不合规矩。母亲，你也别嘴硬，我查过了，大理寺根本没有立案，也没有公文，人是你私下扣的。说白了，你就是滥用私刑。母亲，你别忘了，我夫君是六皇子，你一个侯府夫人，就算有将军府撑腰，说到底也是个臣子，你斗得过皇家吗？识相的，赶紧把人放了，
再给我柔仪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拿六皇子压我，沈月，你是不是也忘了，你能坐上这个皇子妃的位置是靠谁？是我江宁拿钱拿人脉把你堆上去的。我不把江玉柔的丑事张扬出去，是想给你留几分体面。没想到啊，你这蠢货自己上赶着找死。你什么意思？李妈妈，把这封信送到六皇子府上。你写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把江玉柔怎么谋害我的女儿，还有你的庶女出身，全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你疯了！把信给我！沈月，你说六皇子要是知道他娶了个杀人犯的女儿，还是个冒牌的嫡女，他会怎么想？皇家最看重脸面，到时候你这皇子妃还能不能坐得稳？母亲，您别逼我，您就不怕我把您撕开棺木的事宣扬出去？您还是侯府的主母。沈月，从我的阿暖被你们害得生不如死那天起，侯府的颜面在我眼里就连脚下的泥都不如。李妈妈，送客，把这封信还有这位皇子妃一并请回六皇子府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贱奴！我是六皇子妃！阿暖，这是碗。碗？夫人，这真是奇迹，毒伤脑髓能恢复到这个地步，全靠您精心照料。我不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。阿暖看，那是海棠花。娘亲种的。娘种树，我长大。是娘种的，阿暖真棒，阿暖记起来了。不要！不要！我要娘！我要娘！娘在哪？娘在这里。爹，姨母，我错了，别怪药，疼。爹姨母，沈冲、江玉柔，果然是你们。不怕不怕，阿暖不怕，坏人被娘打跑了，再也没人能伤害你了。娘在这儿，娘会一直守着你。娘，真的是娘，是我，阿暖，你认得娘了。娘，我好怕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怕了，回家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。阿暖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能告诉娘吗？你要是难受，就先不说。
娘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是姨母还有爹，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沈月是他们的私生女，我小时候就撞见过，爹和姨母在书房里抱在一起。那时候我不懂，后来才知道恶心。他们为了让沈月当嫡女，便狠心算计于我。那年您回外婆家，姨母和爹就端来一碗汤药让我喝，我哭着喊爹爹救我，可他却说是我挡了沈月的路，不该再留在侯府。后来我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，他们误以为我已然没了气息，便草草将我入棺下葬。现在我命大，并未彻底昏死。下雨了，我醒了，棺材里全是泥水，我喘不过气。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推开棺材，从土里爬了出来。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推开棺材，从土里爬了出来。可我爬出来之后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一切都真相大白了。江玉柔下药，沈重默许，再把他们的私生女塞给我，利用我江家资源捧上高位。阿暖，这个仇，娘一定替你报，但不是现在，你得帮娘演一场戏。你继续装疯，比以前更不忍，见人就咬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放松警惕，觉得你没有威胁。好。他来了，别怕。鬼来了！走开！走开！怎么疯得更厉害了？既然连你都不认了，那就锁在屋里，别放出来吓人。兄长亲启，吾女阿暖已寻回，然当年之事迷雾重重，沈重与江玉柔暗中勾结，谋害阿暖，丧尽天良。如今证据确凿，只待兄长归来，为我母女主持公道。京中局势凶险，望兄长速归。来人！夫人有何吩咐？用最快的马，务必亲手交到沈大将军手里。是。母亲，月儿知错了，是月儿糊涂，你原谅我这一回吧。你出去传我的话，就说侯府庙小，容不下皇子妃这尊大佛，让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娘，吃橘子。阿暖乖。夫人，今日觉得身子如何？侯爷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有什么话直说吧。玉儿在门外已经耗了3天了，听说这几天只喝了点水，人都快虚脱了。所以呢，侯爷心疼了？夫人说哪里话？当年的事全是江玉柔那个毒妇一人所为，与玉儿无关啊！她毕竟是你的女儿，现在她被休了，无依无靠的，要是死在街头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不如让她回来吧。罢了。你说的也有理，终究是养了这么多年，总不能真看着他饿死。让他回来吧，住回以前的院子，但不许到处乱跑。好好好，我都依你，我这就去让人接他进来。回来正好，沈月留在侯府就是瓮中捉鳖，省得以后还要满京城去找这个丧家之丑，正好一锅端了。夫人，边关有信送达。进来。下个月，沈重、江玉柔、沈月，你们的死期就要到了。
母亲，你来做什么？姨母托我给您带句话，她说她愿意用一个天大的秘密换您去皇上面前求个情，饶她一命。还能是什么秘密？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，当年的事沈崇也有份参与罢了。把水搅浑，指望我看在夫妻情分上绑他。回去告诉他，不必白费心机了。他肚子里那点脏事儿，我早就查得一清二楚。告诉他，安心等着上路吧。该死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小妹，舅舅，好孩子，回来了就好。沈崇这个王八蛋！老子在前线替他沈家守江山，他在后头把我外甥女活埋了。老子这就去宰了他！哥，你别冲动。杀了沈崇就太便宜他了。我要的不是他死，是他身败名裂。我要让他和那个女人跪在我女儿面前认罪。你刚回京，别为了这种人脏了手。你只要给我撑住场子，别让人颠倒黑白就行。剩下的我自己来。好，一切那女孩是谁？脚怎么有些跛？跟着江夫人来的，莫不是新收的养女？江氏，你身边这孩子瞧着面生，是哪家的？回太后，这是臣妇的亲生女儿，沈家嫡长女沈昭华。沈家嫡长女，不是说5年前病逝了吗？是啊，怎么又活了？5年前，臣妇回娘家探亲，将玉柔换走下人，拖延病情，将阿暖毒害活埋。阿暖从坟里爬出来，做了5年乞丐。臣妇所言句句属实，这里是证据，能证明关中尸骨绝非我儿，请太后皇上明鉴。岂有此理！皇城脚下竟有这等禽兽不如之事！给朕彻查，一查到底！沈崇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罪臣知错，罪臣糊涂，罪臣是被那毒妇迷了心窍，求太后皇上开恩啊！开恩？残害嫡女，私通妻妹，欺瞒朝廷，这桩桩件件哪一条不够砍你的头？你还有脸求开恩？拉下去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崇治家失度，纵容内眷作恶，即刻休去侯爵爵位，查抄全部家产，免去死罪。沈月冒名顶替嫡女，犯下欺君重罪，念其年少受人百百，贬为寻常庶民，终生禁止踏入京城地界。钦此。宁儿，你来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阿暖，对不起你啊！是我混蛋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。
这是阿暖5岁那年画的，他画好了，兴冲冲的想拿去书房送给你，结果那天你正忙着陪江玉柔，没空见他。女儿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让我见见阿暖好不好？让我跟他说声对不起。你不配，阿暖的爹5年前就死了，在他眼睁睁看着别人给自己女儿灌汤药的时候，就已经死了。沈虫，你欠阿暖一条命，如果你还有点人性，就自己了断。好，我还给他。希望你死后立刻下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沈虫死在了牢里，第2天刑场上要砍的只剩下江玉柔一个人，我没去看，我怕脏了我的眼。阿暖，我们走，去我们的新家。夫人，城里传来消息，是关于沈月的。说，听说她被赶出京城后，身无分文，为了活下去，嫁给了个土财主做填房。那财主脾气暴躁，动辄打骂，把她当牲口使唤。她受不了折磨，人疯疯癫癫的。有一天跑出去就没再回来，也不知道是死在哪条沟里了。沈虫死了，江玉柔斩了，沈月疯了，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谁也没落下。而我的阿暖，如今就在我身边。娘，这月季种下去，明年会开花吗？会的，只要用心养，肯定会开。那开了花，我可以摘下来插在娘屋里的花瓶里吗？当然可以，你想摘多少都行。是啊，我的女儿就应该这样，像花儿一样，活得鲜活，活得灿烂，而不是在那个阴暗的侯府里枯萎。娘，香不香？香。